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年轻眼见为实。华为 Watch GT4 研制实力派，邀您一起开始推理吧。2004年6月4日中午11点30分，推鹅湖表演的途中，瑞斯拜被发现死在了天井。导演瑞斯拜。经调查，死者是从7米以上的高空坠落，所以他应该是超过7米掉落。但2楼以上的窗户都被封锁。但楼顶他们都已经封住了呀，监控也没有拍到其他人。死亡时间我们大概推测是在10点15到11点20之间，没有人经过这里。凶手的作案手法还无法确认。此外，金丝雀、宁好、柯道乐3人竟被诅咒产生异常行为。我瞬移了，而且在吃龙须汤。变成白幕后的怪物失去身体的控制权。当我刚要睡着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身上裂，浑身淌血，这是他对我的诅咒。我变成了一个猪头人身的人。猪头人身啊，那你们是被那谁诅咒了呀？诅咒之日疑点重重，众人前往夜间自习室搜查。神龛会比较好。放好了已经。没事没事没事。3、2、1，不要随便开柜子，小心柜子里有浑身是血的人。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，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。不要在洗浴房逗留，小心看到面目可憎的怪物。不要盯着同学合照看，小心看到多出来的同学。不要忘记关宿舍门，小心床上有人对你背靠背。不要白天进入夜间自习室，小心再也出不来。不要冲错图书馆的电梯，小心走到不存在的楼层。密室打开了。他只是开了一个门而已。这就是那个密室。啥也看不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跟着我走，来来来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最前面。你慢点走行吗？我可以啊，你摸着我的背。啥呀？我看也看不见。这是哪儿啊？哇，好黑呀！一个来一个，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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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这是你呀？八姐，这是八姐。我在吃它，这是墙还是什么东西？你别把手扎了，别那种。哎，这儿有个亮光的地方。旋转门使用说明。此旋转门为单人通道，仅单人使用才能旋转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旋转门每次角度可能不同。好，我走了，再见。那我们可能睡到地方就不一样了呀。那不一样的能咋嘛呢？那我跟他，单人进入，只能一个人。发现又来啦！啊，这个好吓人啊！旋
旋转门即将启动，请站好。这吧。再见了，拜拜。是啥呀？我没看见。啥也没有。别听他吓唬你。谁？哎呀，老这样。超级大舞，白宇。你别给玩坏了，你出现危险了。是也有道理。还没转到啊？它一直在转啊，但有好多个门。哎，我停了。几个门？白羊座。白羊座。你要下一个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下一个。你去吧，你去吧。那你最后一个。我都行。我害怕。你不怕？我是看你们怕我才进去的。我们后面5个人都没了，前面的5个人都没了，就剩你了。我一样进去啊。他是凶手，他不怕的。他来过这儿。他安排的吗？他来过这儿，他一定来过这儿。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诡异的笑？很吓人，在黑暗中显得更加。他没有被诅咒，是因为他是施咒的人。没错。哇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呀！原来是这样。你第3个 OK 吗？可以。888，拜拜了。88888。要不去那儿等你吧？你害怕吗？我害怕。我去那儿等你吧。好。但万一我们不在一块儿，会不会给我们送6个地方？啊，真的是一个单独的房间，朋友们。一人一个。对。我不要进去，里面有人。出来，出来！他也好惨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厕所啊！这是厕所！我不去，给我发回去！撒娇没用吧？我真不敢进了，太黑了，真的太黑了。他怎么知道是厕所的？因为我看到这儿了。啊！我害怕。那要不你转回来吧？求求了，让我回去。他推你推了，你别推坏了机器，爆炸了。爆炸！我好害怕，我不敢进厕所，真的。厕所真的很多吓人东西，还很臭。我们会捞你，没事儿。我真的害怕，我会掉进茅坑。你在那里等着，你就不要进去。有点臭啊，但是是真的厕所吗？我进来了，拜拜。我会不会踩到茅坑啊？哇，手心出汗了。Are you okay？不太 OK 啊。凶手，你今天不太像胆小的样子，是不是知道这个门会带你去哪儿啊？是的，他会带我去到我想去的地方。哦，任意门。天啊，这个好吓人啊！你小心点啊。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上去吧，去吧。我是你哥，都不跟我说再见。给。乖乖。我
我怎么已经开始觉得吓人了？八字眉怎么不说话了？八字眉，八字眉，你在这里啊？你是谁？八字眉呢？我不是八字眉，你为什么要找他？因为我这个地方能出去的钥匙在厕所和浴室。瑞斯拜的秘密空间，我看不见。求你了，给我点光！哦，终于。每次离开秘密空间的时候，都要提醒自己，把钥匙藏到废弃厕所和废弃浴室。哦，我们要互相帮忙。对。哇哦！你干什么？不是，看隔壁在叫。那你为什么不进来？我不知道要下来推门。我这边有怪物。我们这没有吧？哦。你看这些字儿，就是他们造谣的人都会中这个诅咒。什么？听说了吗？忒有钱是校董的私生子，靠家里的关系才混得风生水起。有人看过他在这儿废弃浴室受了好多伤，身上缠满绷带。你们最近看到小九九了吗？好像忒有钱死后，小九九再也没出现过吧？哎，白鱼，白鱼，白鱼！哎，为什么他们可以相遇啊？你去哪儿啦？我在门口啊。哎，白哥啊，你怎么开的门？我一拧就开了呀。拧什么东西开的门？拧门把手。你这个问题问的我真是有点……不是，哪有门啊？哦，我们是不是要找钥匙啊？我没有找到钥匙，找出来只有这些东西。我们这屋里没有钥匙啊。磕到了。啊！浴室的钥匙你要什么？我要钥匙。啊，就说是钥匙吗？咱这有个柜子是带锁的，咱打不开。锁打不开？没有躲人吧？不会。哎，我们有钥匙。这屋里没有钥匙啊。抱歉。不是。都不是吗？不是。这你都找过了是吧？我找了。我有点不相信你找的，感觉你啊？那我再进去找找。
你为啥不相信我呢？你连这个钥匙都没发现啊？我在这里，你们好。八字眉啊，你在哪儿？我应该是在你对面吧？你找你那个地方有没有2把钥匙？老天爷啊！我要把手套进茅坑里面找钥匙啊！没有，我的钥匙在你那儿，八字眉。你不要搞，你这边没有我的钥匙。这是谁？啊！快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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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呀？我！给我一只手，谢谢你。快进来！哎，好。完了，那咱俩差不多。前面有人，就在咱前方有人，因为有一些隐隐在晃动的影子。我看到了。对。你不要喊，如果你是什么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喊。就你出现可以，但你不要喊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来找钥匙。他说他们的钥匙在我们这儿。这样，我们先蹲下摸一摸，好不好？我摸，然后你扶着我一下。好。我这什么东？这什么水池子啊？老板，各位老板，行好，把钥匙扔给我们，不然我就唱北大个嘿。这是哪儿啊？哎，你快进来吧！进来！进来！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这是镜子，这是下面有个水池子。这是个厕所是吧？来，往我这儿走。这。我们会掉进茅坑的。你们往里面走过了吗？哦，这是有通道的是吧？啊。八字眉，呵。不是，哎，为什么你们能在一起啊？完了，怪物们还在吗？快出来陪我！这应该是个迷宫，就是可以转圈的一个地方。进去了。没事。哎，别跑！什么东西？别跑！这谁？往这儿走。左转。上面。这是厕所哦。后面的人听劝，别进这个废弃厕所，里面有好多怪物。这些怪物聚集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还以为我眼花了，一转眼看到一个骷髅头。骷髅头。里面是墙壁，那就是在每一个茅坑。那就这个门。这茅坑里是有钥匙吗？没有。这个上面呢？看不清了。这有个灯。
啥意思啊？我都把这个茅坑都翻起来了。哎，我找到了。耶，出去呗。那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可哦，开了。 Yes，finally。这台阶，小心！厕所的钥匙在哪？给我。哦，这有锁是吧？钥匙给他。这，还得差一把锁呢。浴室的锁呗。等他们过来。哎，你们俩咋样了？这人摸了吗？我们把这个绷带拆了看看。这给他扒了。哎，有吗？有。找到了。慢点，来了。钥匙在谁？钥匙。开门。来喽。那我来吧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哎呦，谁的头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头。什么？这是个……你们怎么看到的？哦，我左边有个人头。找灯。刚进来那有灯吗？好怀念光。哦。天哪！哎，这是个卧室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啊？这是囚禁房吗？哦，好多血手印啊！哇，血手印。我的天哪！先把这里搜一下。哎，这里有漫画。来，过来，这。快来！八字眉，你的证据。永远没朋友，可怜虫，没人爱和八字眉玩，说谎精。啊，不想和没父母的小孩玩，孤儿哎。你们知道吗？八字眉也是孤儿啊，八字眉孤儿。怎么没父母？真可怜！哈哈哈！我是故意推你的哦，孤儿无父母，欺负你也没有人保护你。这个是我画的画，因为刚才不是介绍说我是被领养的嘛，我是在福利院长大的，然后呢，我就和这个瑞斯拜成为了朋友。因为我们俩相处得很好，我就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，我告诉他我是孤儿。然后结果他把我的秘密说出去了，然后所有人都欺负我，然后我也就是觉得我受到了背叛。但是你的画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他可能是看到了我这幅画，就把他这些带到这里了。就是门口有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的是这是 Respect 的秘密空间啊，对。所以 Respect 他是这流血的。哎，等会儿流血不是你吗？能流这么多血出来？你那天是不是就是流了这么多血啊？我浑身开始出血，全部都是像用刀刮伤了一样。疼吗？疼到要命，因为我是有伤口，是一道一道的，这个血是泼洒的，不知道他干嘛在这儿。有密码，同志们，5位。哎，这底下有血，有手印是吧？没有，找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纸条。现在已经快6月4号凌晨3点了，6月4号就是今天。整个夜间自习室开放期间，我都在我的秘密空间里没有出去，翻来覆去思考了一整个晚上。我决定等天亮后一定要找个机会说出真相。所以他死是因为这个真相啊，所以他不一定是，就是你刚刚说的，他不一定是那个诅咒的那个。这个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就是
Respect 要走了我们3个人的物件，然后我们3个人被诅咒完之后回去发现了这个字条，上面写着这个诅咒的事情。我们假设是 Respect 诅咒了我们，他为什么要自己告诉我们他自己诅咒了我们呢？你明白吗？所以一定是有人要陷害他，因为这个事情他如果是自己自导自演的话，是不符常人逻辑的。那就是说 Respect 也知道我们3个人去神龛那里找到，他并不知道。我觉得 Respect 不知道诅咒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你刚才说有个理论是到了 QQ。有人用他的 QQ 联系我们，然后把东西放在他和他的寝室门口。哦，这电梯。哦，在这儿死的。电梯井，小礼堂，往那边走就是小礼堂，看到吗？哦，我们现在在宿舍楼，但是它可以通往小礼堂，是通的。对，是的，我们排练结束之后的那个小礼堂，是可以通到这个地方的。有人从这儿下去，你懂吗？那有没有可能他失足，或者说是？或者从那上来，但这个高度就也大于7米。对，目测一下吧，大于7米吗？哦，那下面看那个纸壳上面有血是吧？对，看不看到？这是血，我也不来，是血，不是？你看下面有一滩东西，顶上应该有血迹。有可能是尸体从这儿扔下去给他摔死了。这个东西是啥呀？这个东西是一个拖拽啊！你看，这东西不就绑脚的吗？没错，是这个道理。反正没有意识的情况下，我把它绑上去了，一松手，咣掉下去啊！在我们彩排之前，有人把这些做完了之后，直接应该有可能就是在这儿找到了 Respect， 在这儿给他杀害了，根本满床都是血嘛。然后从这儿把这个尸体运到下面去，然后呢，他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再到小礼堂跟我们会合去。他异常的血其实证明了他应该是 Respect 死在这儿，在枕头上被杀的。他这样什么，砰，然后死了，溅了一床血，不重要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他就把他那个腿脚脖子绑住了，然后从这个绳子放下去了。他要转运尸体啊。那我有个问题，他是坠楼死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的死法有2种可能：第一是他昏迷了，然后从这里7米摔下去，昏迷的时候摔死了；第二就是他在被绑上去之前就已经死了。只有这2种可能。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死了，否则这床上这么多血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血手印。所以有人挣扎过在这里啊，死之前这儿也挣扎了，这里都是。那他就是没死。等会儿，你说你浑身是血的时候，那是上半夜的事儿，不是今天的事儿。哎呀，早晨我们不都看到 Respect 了吗？他还活着呢。哦。但问题就是这个窗户太窄了，他没办法操作那么大行为。所以我们要去那儿看看。滑下去啊！你搞笑吗，兄弟？啊！要从这里回去，应该不会再有那个东西出现了。走吧，走啊，谈。 Let's go。谢谢。这有台子啊，这还有个台子啊，下去了。你走后面，你走后面。哎呦！小礼堂不是他把尸体运到小礼堂来干什么？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儿。什么？就是
这是一扇门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哦，他来过了。右转是小礼堂。小礼堂，哎，这咋走？难道果然？你在这里搞什么歪门邪道呢？哦，那这个就改变这件事情的性质了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仪器是可以遥控的。等一下，滑轮收紧，滑轮。怎么了？胶带，它是从里面那个弄门的胶带在这儿，封门的哦，封门的那胶带。这什么东西？都拿一下。地图。艺术楼废弃通风井是艺术楼的废弃空间。哎，这后面有一个东西啊。朋友们，等一会儿，迷拥了。你看，晕过去了。吸入后即可昏迷，1天1夜后方能苏醒。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把尸体运过去的吗？怎么运的？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哇！洗衣房。哦，那就是尸体就直接就拿过来了吗？不是他约在洗衣房见面，因为洗衣房见面迷晕了之后，给他在这儿吊上去，摔死。哎，你不是来过洗衣房吗？你会不会来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暗门？你在说什么？很奇被我怪。说中了。你说很奇怪。不，我觉得你来洗衣服的时候发现，我浑身开始出血，于是乎呢，我就把这些衬衫拿到洗衣房去洗。这啥东西？我听到了你骂 respect，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杀人计划，如果有兴趣。哦，反正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们就别碰面了，隔着门传纸条吧。OK， 你可以这样做。他不是我们6个人中间的。哎，小薇或者小柔。哦，我们隔着门传纸条吧，这俩人没见面。等一下，哎，这后面有一个东西啊。哦，这是那个人给了他一个地图，他才知道了这个空间和手法，也就是他被人利用了杀人。我觉得这个人像学长学姐，因为他对这个学校很熟悉嘛。不一定啊。住得很近。是，所以这个隔着门是隔哪个门呢？隔宿舍门啊。去宿舍天井看一下尸体。尸体不在这儿吗？啊，这不是尸体吗？哦。我们排练结束之后的那个小礼堂是可以通到这个地方的。是有这个逻辑啊！我认为凶手是这样，把他在那个天井那边搞死了，他一定是死在那边吧？他搬着他的尸体来到了这里，把这个尸体放在这儿。然后呢，把所有的一切造成假象，然后呢，把门从里面这样关上，粘胶带粘完之后，
粘，但是用刀从下到上划开了之后，他要把它做成一个密室，因为这里是做不了密室的嘛。没有，小黄说他一开始推不开，他可以推不开。他为什么能推不开呢？啊？哎，等你给我一下，顶上写了一句话，叫做“可承受100公斤的拉力，易被尖锐物品裁断。”即人力无法将其扯断，只能依靠利器。也就是这个胶带，如果想要给弄开，只能用刀。但是呢，利器上会留下胶带的残痕。我们刚才那把刀上面有残痕吗？我想知道。去看一下。那是那个小黄同学开的吗？是，看看。他从2楼看到了有死人，然后他过来之后没打开这门，才看到了有胶带，然后去拿了个刀把这划开进来的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这算残痕吗？有什么残痕吗？没有残痕。你们进来了，你们进来。我懂你意思，没事，你。怎么了 X？你怕我们越推越近是吗？如果这个刀是当时他扔在地上的，为什么没有痕迹呢？我认为这个刀顶上是包括那个胶带上那个提示，它就证明了，我觉得这个门就是假密室，它让我们认为它是个密室。你看啊，假设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出不去的一个地方，我把尸体搬进来之后呢，我是不是得出去啊？那我要是出去的话，我贴上胶带，我不就出不去了吗？对。那我也没有办法从外面贴这个胶带啊，所以我唯一可能做的就是我啪贴上胶带之后把它划开，你自己先再走。但是他这么做就很不让我理解的一个点，就是如果他把这个东西划开了再走的话，贴这个东西的意义就没有了。不，他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走，因为监控一直是开着，只有小黄来回走和 Respect， 只有出现这3个人，没有另外一个人，他只能很早的就把这个里布置的，第一次他推不开，第2次他能推开。同学们，我这边拿到了 Respect 的尸检报告。哦，你们可以看看。真不是你弄的啊？不是我。头部受到重创，颅内出血，多处脏器损伤，根据从8米左右的推测，死亡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。就摔死的8米左右的高空坠亡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说实话，你是在哪儿发现的这个门是被封死的？我就在2楼上看到了，对，玻璃窗你下来开过这个门吗？我推不开，就拿这把刀划的吗？对。你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卡的？我就是这么划的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那试一下吧。你把门关上，我划一下试试。我来。小心手。拉。小心啊，我们要滑了。下。可以开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个逻辑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定是凶手通过这个方式离开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铁证了，已经是。监控在哪儿啊？往哪儿拍的？我就先走了。往你的心口去。啊，监控是从这儿往这儿去的。啊，对，是，没错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是盲区啊？没错，盲区。101谁的宿舍？不是101，是这个宿舍。那他俩的呀 ，Respect 他们自己的房间啊。这也是盲区嘛？洗衣房也是盲区啊。盲区啊，这边都是盲区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是盲区，看不见的。是盲区吗？对呀，监控是从那儿往那儿拍的。那可能性就多了，我可以来换刀，我也可以来拿，我可以，你知道吗？这小黄扔的刀，也就认为小黄划的时候这个胶带已经开了，那也就是说知道了，我把本给我。11点26他推门，11点27他跑过去，所以我如果是凶手，我在这儿推没推开，就是这意思。走了。那凶手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开？凶手要帮他开啊！密室杀人制造一个密室的空间啊！其实他说的有道理，确实。为什么呀？那他自己划开就好了吗？他自己划和别人划是一样的呀。对呀，因为他得从这个密室里出来啊，凶手。
大哥，哦，你把自己封死在里面，怎么在？哦，对，那好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知道他粘完了，他划完了，开门出来把门关上，只能是这样。哎，我来演示一遍啊！凶手把尸体放到里边之后，想制造一个密室，把所有胶带都缠上，那他是不是得出了这密室？他100%必须得把这个胶带给先封开，然后发短信说小黄，你马上到2楼去看。他把门关上的时候，凶手躲在这儿。小黄过来推门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里边了，所以他没出来。他趁这个小黄去拿刀的时候马上出来，再躲在这儿。小黄这时候拿刀的时候，他就以为门是开不起来的。这小黄也能看到他呀？他第一次小黄在看到他在外边啊。小黄下楼的时候，他跑到里面去把门抵住啊。不是，如果小黄看到他在外边，是这个逻辑，是这个逻辑。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再来演示一遍。作案出来了，开了门了，发信息，小黄到2楼看一看。啊，2楼，上去啊！我咣上去了，然后我现在上去2楼，我在2楼那面那个窗户，我看到了这里，我下面这个尸体在那儿，门上还有胶带，我赶紧跑。从下。哦，我跑进去，抵住，哎，去拿刀。胶带，我去啊。好，拿刀，然后我跑出来，刀来了，我刀来了，哦，叫1、2、3，我去，他的刀上是不是就没有胶带了？精彩，没问题。手法是如此，我觉得这个手法是非常可行的一个手法，也就是11，没关系，我们一会儿会排那个我们的不在场证明。对，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个我给你提供杀人方法呢？那是不认识的人，或者是他清楚我们的对 Respect 的杀人动机。你看，我听到了你骂 Respect， 我可以给你一个杀人计划，就是我是这个帮凶，我给他提供所有的手法的前提是我听到了你想杀他，我去诱导你去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谁？我是 Respect 的好朋友，但 Respect 不知道我想让他死，那么我借刀杀人，但是我需要借谁的刀呢？谁想动刀，我需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是这个逻辑吗？对，没错。不错啊，忙前忙后的小柯南。还是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有个尸检报告嘛，死者脚脖处有勒痕，头部受到重创，颅内出血，多处内脏损伤。根据尸检结果，死因确定是从8米左右高处坠落。初步推定死亡时间是6月4日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。他是在楼底下被迷晕了之后，在下面被缠上，然后拉到上面，啪放下来摔死的。他在晕的过程中摔死的。是的，就洗衣房直接把人迷晕，就拉到这儿，直接给他吊上去，直接一松手，叭摔死了，就给他放完事儿了。在这儿摔死嘛，对吧？对啊，都不需要去那个房间里啊。你说楼上的房间啊？对啊，不用去，根本不用去，为什么要去啊？咱们先把这个血全都忘记掉，看他的尸检报告。他就是在眩晕的过程中被摔死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个废弃空间，不是 Respect 一个人可以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去的，不是他一个人做的，那可能是之前那些人。哎，我们排练有听到吗？人家说了，说不要在这个小剧场待着，因为会随传倒去，所以我们都没在这儿。对。现在已经10点钟了，在正式演出之前，我们要保护这个舞台的置景，所以你们不要待在小礼堂里。所以没人听得到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这儿没人。Respect 几点去的洗衣房？10点15。15，出现在监控里。然后小黄是什么呢？是11点20收到短信。26来了一次，然后27拿了刀又回来一次，就发现了。OK， 那就是需要10点到11点半的。就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这个10点。来，我先说啊，
10点之后，我因为特别伤感，我问柯道乐要了他的那个《咱仨的爱》，去道具室一个人听了一会儿。10点半去的那个新地方，跟柯约着加练，然后练到了11点15分。11点半我就来这儿参加直播了。你是10点半跟他在一起是吧？对，然后直接到11点15分，我跟他加练结束，就共同在场的证明，对吧？对，那就是10点到10点半，这个时候是你独自在道具房。OK。 10点到10点半，我独自在学校前屏前看如何征服英俊少年。然后呢，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，你过来找我了，我们俩吵了一架。对，是的。然后11点到11点10分，我就想到我哥哥杀人，哎，我就在那个河边不禁流下了泪水。然后我走到了后院，继续一个人回去看书，一边平复心情，然后我们就过来了。我是那个10点去录音棚录歌。 然后呢，录完歌之后呢，10点半找他吵架，吵到11点，我又回去录歌，然后一直录到演出。10点钟结束彩排之后，我就想去找 Respect 问昨天晚上那个2B 铅笔诅咒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找到他，于是我自己到了无可奈何边去看了一部叫《怪物史瑞科》的电影。 然后贺鼎红主动找我在10点半的时候去加练，虽然他是我的情敌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太多，我就回来跟他一起练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一起合练到了11点15。11点15结束之后，我想起来我的怪物史瑞克还没有看完，我就自己又回去看了15分钟的这个电影。看电影的地方是学校的前草坪，到了11点半，我们就集体回来。 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然后又自己一个人。也就是都是10点到10点半这个地方，这个期间没有人，你俩都没有人证明，就是都独自在一块儿嘛。他也是，我也是。我觉得这个，那就这盘这个时间的意义是什么呀？他在晕的过程中摔死了。 这2个时间应该不是同一个时间，他是先死，死了之后出来干了一些事儿，做了一个不在场证明，再进去处理尸体，给小黄发了信息，有可能2盘时间，对，绝对是2个时间岔开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找10点15到11点中间。什么？你别每次一炸，然后说了一个特别垮的答案。他巨可疑，他巨可疑，就是先去看电影，自己一个人，又去看电影，这2个时间刚好是。 可以杀人的时间和最后给那个小黄发信息的时间，我们都一样，其实我们时间都一样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作案。再往下呢，得解开这个线索了。这个东西我们得想明白它。哦，就是这个提示杀人的人到底什么时候给的这个纸条？我知道了 ，OK， 留过洋的人。 他回复一直是 OK， 留过洋。OK。这个你们刚看过吗？看过，这是别人告诉凶手的杀人手法，凶手执行的。对。因为今天呢，我觉得凶手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可能教了这个凶手杀人手法，然后他用这个手法。 去杀了这个 Respect， 我们今天只要找到 Respect 的凶手就好了。但是我们不知道杀人动机，因为那个帮凶说了，我听到了你骂 Respect， 他一定确定这个人想杀他才能够借到这把刀。那我们现在需要知道谁有这把刀。哦，刀我有关键信息，宿舍都没有刀。是否在宿舍？是否有刀具？全都是打了叉的。 是的，所以1点钟呢，我就跟阿姨一起查宿舍，宿舍空无一人，并且大家都没有刀具。不是，我说这个刀是借刀杀人的刀，不是真的人刀。不是，他不是杀人的刀，他破门的刀。顶上写了一句话，叫做“可承受100公斤的拉力，易被尖锐物品裁断。” 即人力无法将其扯断，只能依靠利器。也就是这个胶带，如果想要给弄开，只能用刀。但是呢，利器上会留下胶带的残痕。我们刚才那把刀上面有残痕吗？没有残痕。
房间里那些血是咋回事呢？不是枕头上全都是血吗？那是谁的血？还有求生的那些手，那个手刚好也在电梯那个地方。是不是 respect 绑了很多怪物在那里啊？怪物学和我们这个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 respect 弄的。哎，这个叫什么啊？这个七大怪谈啊，对对，都是 respect 弄的。她是个女魔头。已知的情况是只有 respect 知道那个空间有，而他说过，他那个上面写的是其他人都很害怕，就今天那个门上写的是。根本就不会有人找到钥匙，因为他们都很害怕来到这儿。对，因为七大怪谈说了不要。那会儿你拿到你的那个铅笔了吗？我昨天晚上就拿到了。我们都拿到了。所以是你们3个人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 respect 做的这些事情。当然了。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，我们都没有觉得自己的诅咒会再犯，只有你觉得你的诅咒会再犯，你还防止自己再犯，去拿了手。没有，他也会再犯。他没有觉得自己在犯，反复发作。对啊。杀人动机的话，你们都有啊。我们3个被诅咒，就一定想杀他吗？你想去解开这个诅咒啊？那我想去解开，我是不是得等他告诉我完了，我才杀他？让他死才能解开吗？有可能。你们3个呢，每个人都想破除诅咒，这也是有动机的。在6月3号的晚上11点半的时候 ，respect 跟我说，他说让我给他一个我的贴身物品，他有急用。然后他跟我说，给我一个你的贴身物品，我有急用。你也要的贴身物品？不，有一张纸条写了这个吗？现在已经快6月4号凌晨3点了，整个晚间自习室开放时间，我都在我的秘密空间。也就是3点之前他没有离开，3点之前没有离开过他那个秘密空间。你怎么就知道是 respect 诅咒的呢？因为他跟你要了贴身物品呢。对啊。但是你怎么证明就是他把这个东西贴上去放到神龛的呢？哦。有人到了 respect 的 QQ 号私联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放到他的宿舍门口，并不是亲手交给他。你有亲眼见到吗？只有你没有被诅咒，你是清醒的人。哎，你是几点看到你那个前女友写的信件在你门口？昨天晚上10点。这刚才如果跟他有直接关系，就只有他。这封信是昨天我们收到爱唱歌他跳楼信息之后我才收到的。我知道 respect 霸凌爱唱歌，我知道爱唱歌是我的青梅竹马，都是发生在昨天晚上。那天晚上我们去找了 respect 或者骂了 respect， 我们都不清醒，只有他是清醒的。对呀，而且他的动机会比你们更多。他可以接这个纸条。X 说两句，你说两句 X， 你觉得是什么回事？他们之间？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就投，我已经有想投的人选了。你们先说嘛。可以了，你能撑到现在已经可以了。他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被诅咒也想杀他的人。你杀了他没有风险。对，我们没有必要是今天杀他。我不是保他俩，只是说我没有必要今天杀他。还有逻辑就是，啥？还有逻辑就是，刚才那个按键那个手法，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个手法。他这个反应力，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的一个东西，灵光乍现。我觉得刚才那个躲在墙后面那个方法，因为在短时间内，因为我是先想到那个刀有可能提前破开了，
但是呢，他很快就把那个小黄的所有的路线捋清楚了。凶手把尸体放到里边之后，想制造一个密室，把所有胶带都缠上，那他是不是得出了这密室？他100%必须得把这个胶带给先破开封开，然后发短信说小黄，你马上到2楼去看。他把门关上的时候，凶手躲在这儿。小黄过来推门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里边了，所以他没出来。他趁这个小黄去拿刀的时候马上出来，再躲在这儿。小黄这时候拿刀的时候，他就以为门是开不起来的。如果你不是凶手，那你说明你又聪明又玩的又牛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该难过呢。那他自己说出来不是很奇怪吗？对呀，他干嘛自己说？他为了证明自己，你看你一看就没玩过凶手，也有道理啊。我说出作案手法来，咱俩是在同时同地一起演示的这个事儿。是的，我是有想到这个想法，但是你突然就从你以前的想法里面同意了我的想法，还跟我同时去演示这个想法。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这个手法是非常可行的一个手法。你为什么马上就认为我这是对的了呢？你是不是也是特别聪明的一种凶手玩法？就是他好像可以马上 get 到我的想法了，我就指着你这想法对的，来掩饰我是凶手的做法。那你要这么玩，我确定是你了。我开始是不确定你，所以我问你，但你直接就来踩我了，那你就是你了。好。话说回来，要是咱俩互踩是他的话，那咱俩就尴尬了啊。我认了。行，输赢无所谓。今天很尽兴，今天这样很精彩。你有什么偏向吗？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他应该也不一定是准确的吧，因为太明显了吧？明显在哪？你都在替他挡刀，你说你明显在哪？哦，对哦，还有 X 呢，今天是有啊。沉默的 X，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一定是他，因为他太明显了。不，那为什么就完全撇掉他呢？太坏了，你连我都要拉进去。私人恩怨啊！你把我拉下去，不是你连我都要拉进去，你已经拉了一个人进来，你再把我拉进来。我没有拉他吧？我是说他不可能，我没拉他。我说这个局势为什么说他不可能？他觉得你坏。哇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不能是你？因为他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去过那个洗衣房。谁呀？谁去过洗衣房？你去过洗衣房，你在受伤的时候你还立马去了。所有人里面最疼的人就是你啊。他们现在认为你是我的 X。走吧，先投票。先投票。那你觉得是谁呢？那你觉得是谁？一定是他，你就不用想。不是他，你就听他吧，绝对不是他。他是 X， 你是他的 X， 我都没有替科莫勒说过什么东西啊。他一顿说你有问题，一顿说他有问题，就是没有提过他。然后一说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保他。你说谁？你说他？我没有觉。哇，老天爷！你们4个人都有问题，你们4个人都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到这个时候还说都有问题，就有问题了。完了，完了。这一案呢，我把凶手投给贺，因为首先我认为所有我们4个嫌疑人当中，他的杀人动机是最强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当我想到这里可能是一个假的伪造的密室的时候，他非常迅速地想出了这个杀人手法，然后去完善了我的想法。因为我觉得他要不是太聪明了，要不他就是知道真正的一个杀人手法。所以，我是柯道乐，今天我的真凶人选是鹤顶红。选他的原因比较直接，就是因为最终我们只能锁定比较强烈的直接杀人动机就在他的身上。我觉得今天的真凶呢是
宁好，其实没那么明确了。3个人在我看来，其实都是解除诅咒。其实我很纠结，到底是宁好还是磕到了啦。但是还是选择宁好。宁好的痛苦程度是最强的，因为它第一个会时不时的复发，第二个它是全身会流血裂刀口的，这个我体感上会是最痛苦的一种，所以说我感觉他杀人动机会比较强烈一点。但是如果真的是丁思雀的话，那这期就有意思了。我投的是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想投他。我是金丝雀，这是我的投票。今天的真凶人选，我选了。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6案，推证2004推异怪谈之午夜的诅咒告一段落。各位已经完成投票，本次的嫌疑人是金丝雀、宁好、柯道乐、贺鼎红。经过大家的投票，我们的投票结果是有3位玩家获得了票。太乱了。获得0票的是最清白的我，金丝雀。清白清白。在另外3位玩家当中，谁的票数更高呢？你投了我是吧？不知道哎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接下来我宣布，有1位玩家获得3票。不会是我吧？就是你。他就是宁好。笑容一瞬间没了，嘴角掉下来了。你别装了。那么大家锁凶是否成功呢？你站起来吧，鼓掌。凶手和 X 投了我，这是2票，还有1个人糊涂投了我。大家锁凶失败。哎呦！本案的真凶就是金丝雀。请本案真凶走向本案 X。给。我们俩在还原案情的时候，就他们俩对峙我们。那凶手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开？凶手要帮他开啊！密室杀人制造一个密室的空间啊！啊，其实他说的有道理，确实。为什么呀？那他自己划开就好了嘛。他自己划和别人划是一样的呀。对呀，巧划也能看到他呀。快来天我呀，紫薇！你在告诉我。哇！干啥？我们在干啥？哎，谁投的我呀？我。
我啊，你投谁？我投的贺。你投的谁啊？我投他呀，我。你投我干嘛呀？他肯定是 X， 因为我不是 X， 他是 X 吧？然后他在我旁边一顿说他有问题，一顿说他有问题，那指证你们两个之间，我觉得你的问题更大。太棒了，你太棒了！所以今天他后面那一番搞我觉得他今天非常不正常。八姐弄你还不正常？不是，他最后声嘶力竭都要来指责我，把这个局搅得更乱了。就是这个 X 一定要把这个局搅乱嘛。他很聪明，跟着我踩了你，又保你，然后让他深信不疑，要干你。哇！他就跟你吵，让你觉得他是为了张凌赫跟你吵的。对，是的。啊？谁告诉他？要死有人了！让白宇哥痛失一把锁，让他跌落神坛，梦碎退啊！让他跌落神坛。杀人动机的话，你们都有啊。我们三个被诅咒，就一定想杀他吗？你想去解开这个诅咒啊？那我想去解开，我是不是得等他告诉我完了，我才杀他？让他死才能解开吗？有可能。哎，你是几点看到你那个前女友写的信件在你门口？昨天晚上10点。这刚才如果跟他有直接关系，就只有他。我们都不清醒，只有他是清醒的。对呀，而且他的动机会比你们更多。可以，你能撑到现在已经可以了。他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被诅咒也想杀他的人。你杀了他没有风险。对。你是不是也是特别聪明的一种凶手玩法？就是哎，他好像可以马上 get 到我的想法了，我就指着你这想法对的，来掩饰我是凶手的做法。那你要这么玩，我就确定是你了。那他自己说出来不是很奇怪吗？对呀，他干嘛自己说？太明显了吧？明显在哪？你都在替他挡刀，你说明显在哪？哦，对哦，还有 X 呢，今天有沉默的 X。不，那为什么就完全撇掉他呢？你去过洗衣房，你在受伤的时候，你还立马去了。所有人里面最疼的人就是你啊！你连我都要拉进去，你已经拉了一个人进来，你再把我拉进来。我没有拉他吧？我是说他不可能，我没拉他。他们现在认为你是我的 X。接下来宣布大家遗漏的关键性证据，是凶手作案时划开胶带的刀。凶手趁小黄去小卖部拿刀的时候，离开天井，途经洗衣房返回小礼堂，刀就被他藏在了必经之路洗衣房的椅子角落里。在刀的缝隙里残留着金丝雀常喝的茶叶碎屑。接下来颁发金钥匙。金钥匙！这个，我想说咱的恩怨能不能通过这个钥匙一笔勾销，可以吗？好。谢谢。耶！太牛了，你今天太牛了。这是无语住了，无语住了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去那个 Respect 的房间去查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先走了。嗯哼，好吗？好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怎么样啊，白宇哥？最近2期心情怎么样啊？非常好。是不是我来了你会不开心啊？我好开心啊！真是克星啊，白宇哥，直接克死了，我天，克死了，2期克2期。来吧，我们4个男的，不是，你知道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们今天每个人状态都很顶，我几乎插不上话。我想问下你自己怎么把那个人拽上去的？我给他绑在脚上，电动啊，就是他说的遥控器。他一堆血，你怎么办呢？
我用塑料布给它裹上。不重要了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4个男的滑铁卢了。重要的是我们毁了。就是我们吵得太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咱们吵的时候，估计他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吧？这帮傻子吵什么呢，在这儿？哎，这手法真的是你想到的，用这个手法是吧？是我想到的，很厉害，那很厉害。你怎么一下子这么聪明啊？对，因为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够中间那一轮让他把这个门堵上，我想了很久没想到，但是你突然你想到了，而且唯一可行的就是他说的这个。对啊，他好聪明。因为我想到了监控，想到了昨天有监控盲区这个事儿，能不能藏？然后我就模拟了一下，确实是可行的。主要小黄怎么都推不开，你顶了那么住吗？力大如牛，力大如牛。好。那其实现在还有7大怪谈，已经应验了5个嘛，还有2个，第一个是不要忘记关宿舍门，小心床上有人跟你背靠背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不要乘坐图书馆的电梯，小心去到不存在的楼层。这太吓人了吧！就是还剩2个没有应验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箱子到今天我们没有打开它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需要去找到真相，把这个打开的一个东西。是，还有 respect 的那个秘密空间，所以有人挣扎过在这里啊，死之前这也挣扎了，这里都是。里面有那么多曾经好像被霸凌的同学变成了怪物在里面，然后他房间里全都是血。还有小柔和小薇。小柔和小薇他俩为什么交换了性格？加油！哦，他喜欢你啊。小薇见了我是翻白眼儿，小柔见了我是结巴。这是第3个，第4个就是谁给你的杀人手法？昨天的那个琴房，你们去案发现场的时候，不是看那个钢琴真的在自己动吗？昨天那个机关其实是我设置的吧，但是我定时的时候是定到下午响。想的是我们都看到的那一次，那是你定的时。对。确实，我们刚进去的时候，那个钢琴是在自己在弹的，到底是怎么会自己在弹，这些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是有更大的事情在背后，有人在策划更大的阴谋。大 boss。还有这个，就是现在是6月4号凌晨3点了，这个 respect 说一定找机会说出真相，那这个真相是什么？因为真相死了嘛。就是这个真相应该和这个给你方法的那是一个人。还有我们的诅咒到底是谁下的？诅咒是真的呀？我觉得不是 respect 下的，一定是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，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，操纵着这一切。同学们，现在是6月4日晚上8点，请预约参加推艺神秘艺术展的同学，12点准时到图书馆参加活动吧。那我们去图书馆参观去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校园霸凌的成因和预防矫正问题。被校园霸凌的理由千奇百怪，比如你矮、你胖、你戴牙套、你不爱说话，甚至是你只是丑了那伙人一样。霸凌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最多使用的是语言暴力，或者故意诬陷你偷了东西，或者故意将你的隐私公之于众。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，所有人一起哄笑都不觉得自己是凶手，每个人都添了一根细柴，房子就这么烧了。校园霸凌对应的法律上的概念叫学生欺凌。根据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
预防未成年人犯罪，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实行综合治理。举例而言，第一，在预防层面，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，对教职员工、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。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。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，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，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。第二，在对不良行为的干预层面，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，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，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，对其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。对严重的欺凌行为，学校不得隐瞒，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，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，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；已满14周岁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等8项重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2020年刑法修正案11补充规定了已满12周岁、不满14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。具体来说，需要满足更多条件，犯的是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，造成的后果达到致人死亡，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，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，程序上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。2007年度的退役篮球友谊赛即将，漂亮！不好了，八字美出事了。什么？不要乘坐天马的电梯，请坐到电梯内的路人更操纵。电梯里除了咱们还有一个人。谣言重伤别人的人，用关系操控别人的人，孤立别人的人，医院化作诅咒。欢迎各位同学来到会议神秘艺术展。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密室，他要在我们去做仪式的时候干死那个人。10点25，你产生了杀人动机，那么就等于你昨天杀了2个人。我告诉你，迟早要把你们2个也要干掉。可以做一个不可能的杀人事件。霸凌，有小时候被霸凌，没人在乎。反噬，这才是真正的展览馆。工作人员操作空中之时，作弊式啊！又是双凶手吗？你只是一把刀而已。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年轻眼见为实。华为 Watch GT4 研制实力派，邀您一起开始推理吧。看节目即推荐居民积分卡，解锁个人年代直拍。1. 打开腾讯视频移动端 APP。2. 搜索开始推理吧第2季，播放节目视频。3. 横屏视频状态下，点击右侧卡牌入口。4. 竖屏状态下，进入播放页，下面即卡牌 tab。让我们一起开始抽卡吧。推荐荣誉居民2创大赛火热进行中，欢迎推荐居民上微博投稿，将有机会登上节目片尾。上微博搜索开始推理吧话题页，带话题开始推理吧2观后感，开始推理吧，分享出你的节目观后感，将有机会登上节目片尾，获得推荐荣誉居民盖章认证。每周5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开推吧 X， 一起来看 X 与真凶的幕后真相。每周日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推荐万事屋，推宝为大家播报鹤里摸雨的推荐日常。每周一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开始动脑吧，高校学长游戏对决超精彩。看悬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图不多的真与假是能摸瓜。黑云映，雪雨滴，推针笼罩迷雾里，小阳神，烛火摇，挂着影子多一句。风声起，
脚步急，慢下藏进烟烟去，真相映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把银河像系统的解密这道题，隐藏着双重身份，谁充当卧底？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，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语的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。新浪新闻、QQ 超级粉丝团、星办、星款、立立成传媒、碰星、星芒、X 先生、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。